偶像题材作品，不，正确来说应该是围绕在表演舞台去呈现角色面向的类型作品。今时今日在二次元已经司空见惯。作为在这个领域比较早出发的先驱，偶像大师安排玩家以制作人的视角去接触偶像，让我们可以看到偶像们在舞台上耀眼的身姿，也能近距离的理解每个人私下的面貌，借此和这些角色产生亲近感。因此，为了方便玩家更好带入自己，偶像大师历代的游戏没有替制作人附加明显的个性设定，与偶像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多半找不到具有个人色彩的逻辑。动画版则碍于作品表现的方式，无论是外形和个性都会给予适当的琢磨，不然总不能让动画版的制作人真的顶着一颗 P 字头吧。来到闪耀色彩的场合，虽然一如既往的没有所谓制作人的公式长相，然而在许多偶像的 PSSR 抽卡动画，时不时会让我们瞥见制作人的身体特征，也让玩家得以推敲出闪耀 P 的大致模样。戏称黑暗大法师的拼凑手法也随之而生。事实上，不只是外貌，由于闪耀色彩是将角色塑造着重在文字剧本上的系列作，相较于偶像大师这个 IP 底下的其他作品，闪耀 P 只有和283成员的谈吐来往，其实无意间多少透露了关于自己的情报，有些甚至是卸下了制作人职责之后的样子。大家好，我是 Skimmer， 明天就是 Force 公演了，就当做行前准备，让我来好好谈谈这位明明连名字都没有，却能在部分玩家心中留下固定形象，把它当作独立角色看待，最熟悉也却陌生的闪耀 P。闪耀色彩即将迎接4周年，也意味着闪耀 P 和玩家共享着它的视角迈入第5个年头。在主线和皮卡的剧情中，我们更是可以假借闪耀 P 之手，决定回应偶像的方式去造成些微的分歧。这些制作人提出的意见论点，以及用字遣词之中能够推敲的线索，像是间接地在诉说这个肩负照料着25名成员的偶像之物的男人，有着属于着自己的个人面貌。为一个固定的谢子剧情，玩家跟随制作人的视角遇见天井社长和 Hatsuki 之前，会得知闪耀 P 是才加入283事务所数个月的新人。结合了魔美在感谢季和制作人的对话，进一步可以知道在入社新训期间，闪耀 P 也经历过当头棒喝的教训。尽管事后仍觉得严苛，但正式成为偶像制作人之后，有所体会的他也打从心底的感谢当时对方的认真教诲。当时魔美瞧见闪耀 P 偶遇恩师的对应方式，事后揶揄制作人原来也有年轻的一面，这样就有偶像的个人故事去补述闪耀 P 的情报，能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在美国的 PSR 奇塞纳尤鲁诺托罗利梅拉里，就描述了制作人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参加了同学会和独自消磨空档的模样。当然别忘了还有活动剧情阿卡路与黑鸭、笑耶、摩美和领事在商店街购物时，偶然发现制作人和他们没见过的女人单独相处的事。先别提那时候这个消息在偶像们之间传开的反应，闪耀 P 私下跟女性谈笑风生的一面，相信看过人或多或少都会留下记忆点。说到这里，可能就有观众会开玩笑说，不愧是一次面对25位性格各有特色的偶像，认为闪耀 P 对女性正是因为八面玲珑所以如鱼得水。不过我得帮闪耀 P 澄清的是，这可不只局限在女性。根据原乡的 PSSR Ginkgo Biloba， 原乡在陪着制作人走一趟商店街的过程，目睹了闪耀 P 是怎么被店家的大叔大婶夸奖，还收到了南瓜等等的赠礼。然后就像魔美在感谢季的时候一样，原乡以此调侃了闪耀 P 一番，经典的 Mr. 制作人便是出自于此。玩笑归玩笑，这篇剧情如同我曾提过的，是闪耀 P 罕见主动提到卸下这身象征制作人职责的西装之后，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可靠的人。那个起初面对 Wing 时期的原乡，冷嘲热讽之下的鲜少吐露软弱的闪耀 P， 意外的在他与原乡的关系开始稳定之后，因为谈论形象的契机而坦白自我评价不高的想法。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甘奈的 Landing Point。我在甘奈的角色浅谈提过，两人一起到海边慢跑的时候，用海浪做比喻来告诫甘奈接受失败的重要。谈话间，甘奈就有提问制作人难道是经验谈。闪耀 P 也承认到在成为偶像制作人之前，经历过令自己没有忘记的失败，带出闪耀 P 来到283事务所之前，已经拥有社会历练的暗示。由于公司设定不曾明言过闪耀 P 的岁数，
尝试用文本内容去推论其年纪的玩家也不在少数。首先，根据透的 Wing， 他提到自己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当时中学生或高中生左右的制作人邀请他爬攀登架。大会上，千雪、哈兹基和夏叶组成的成年组曾经邀请制作人去私下喝酒，以及上述提到具备工作经验，闪耀拼可能的年纪至少在22岁以上。这或许也稍微解释了美琴初见闪耀拼的时候，为何没有直觉下判断对方是283事务所的偶像制作人。讲到外表，影片开头提到闪耀拼的外形特征，以不同的拍摄角度穿插反映在特定的几张 PSSR 抽卡动画里。靠着 PSSR 魔为美的 Abato Naito Light、素语的 Dobikiri 镜甲，还有出菜的 Happy Ink， 利用演出动画中他们的身高去推算，以及 PSR 新科170 175公分的笑耶穿上高跟鞋也无法超越身高，闪耀拼的身高确定有180公分以上。加上4个漫画和夏夜的 PSSR My Valentine 的动画演出，闪耀拼黑短发、面容姣好的脸孔，就只剩下双眼没有定案了。至于服装方面，除了几乎成为既定印象的黑色西装之外，同样是带术语的 Dobikiri 镜甲，还有屋子的 PSR 西罗西罗西罗伊诺里，得知闪耀拼也会在西装外面多穿一件白色长大衣。诸如此类越来越多的角色描述，逐渐的一些玩家将闪耀拼视为作品中独立存在的人物，而不是方便自己带入的人称视角。在天井社长暗示七草八和闪耀拼十分相似之后，用有相当程度描写的闪耀拼再次引起话题。更未从闪耀拼的话语可以知道，他对天井社长是怀抱尊敬的心理，使得天井社长这样聘用神似已故好友下属的决定，衍生出各种方向的玩家理论，也促成拥护这一对上司下属 CP 配对的支持者。二次创作和讨论的声势甚至不输给 P-Love。认真对待他人而有魅力，姿态习惯放低到有时会突然自卑。闪耀拼貌似没有缺点的人格，事实上仍有略显不足的一面。基本上在 Wing 的时候，闪耀拼应对偶像们的来往都很得体，也确实依照每个人的状况去调解遇上的问题。可是随着偶像遇上的工作类型增加，以及必须面对挂和 landing point 这样更高难度的选拔或演出，突发状况造成偶像们遇上的困境，很多时候也有着在闪耀拼能掌控的范围。好比在安迪卡活动剧情 Story 的实境节目争议简介，还有 Noxu 的活动剧情天成剧组不遵守脚本的状况。即使作为偶像和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任何一边擅自出尔反尔的时候，要制作人负起全责其实是不公平的。偏偏闪耀拼那连几位偶像都曾表示过让人喘不过气的负责态度，常常会一口气就把全责往身上揽。造成不好的结果是我的错，出自透在 Wing 对制作人的揶揄，倒也蛮贴切的一言以蔽之的闪耀拼在事后反省的模样。影响闪耀拼变成这样的揣测也有很多，包括天井社长在内的许多283成员提点过自家的制作人自我评价过低的发言，旁人难以认同的妄自菲薄，是闪耀拼少数被公认的缺点。天井社长或许就是有感于此，续着感谢季最后读完下属的自我评价书，以下次要拿出理想的成果去尝试鞭策闪耀拼。曾经在迎接眼前这个男人的时候，嘱咐他要懂得真挚的跟偶像来往，理解彼此，进而提升自己。除了出于职业道德，让旗下的偶像们拥有健康的职业生涯，可能因为自身的经验，
天井社长不愿让闪耀 P 以另外一种方式步上自己的后尘。此外，参考登之的 PSR、Tekuzuri no Kokoro Tsukai 和甘奈的卡奈de Gold Fiction， 以及恋中的 PSSR、Akizora Bakuji Sande， 拼凑得出制作人目前单身独居、饮食不在意均衡，而偶尔会弄坏身体的一面。那具脱下西装之后就不是那么可靠的制品，背后也多少代表闪耀 P 的自知之明。但是即便如此，283事务所现任的闪耀 P 依旧是我在系列做最欣赏的偶像制作人。较为立体的塑造，因应每位偶像调整的沟通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地方。然而最令我对闪耀 P 感到兴趣的部分，是这个制作人把偶像私人的部分放在一个随时可以为其优先大于工作的位置。我指的并不是把偶像活动当作看心情去做的儿戏，而是在督促偶像完成分内准备的条件下，尊重偶像的个人意愿去一起处理突发状况。能够说明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明显到闪耀 P 直接表明暂时放下制作人身份和偶像对话的，是原乡的挂两人在咖啡厅的对谈。闪耀 P 听完原乡做出违背脚本的理由后，表示以职业的立场来说不能赞同他，随即提到接下来才是个人立场的言论，阐明自己接受原乡的立场。上至美琴千雪这样年纪相仿的女性，下至果穗阿塞能当自己晚辈或妹妹的女孩，闪耀 P 之所以都能找到适合双方的相处模式，莫过于他总是以偶像为出发点去给予回应吧。选择的翅膀作为象征物的283事务所，闪耀 P 就像养鸟人似的肩负照亮偶像们的责任，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颜色的羽翼，寻找各自想要翱翔的天空。但这不该只是偶像们的故事，闪耀 P 付出努力并守望他们的身影，也将会映入玩家的眼帘，用我们的记忆撰写成津津乐道的故事。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演唱会前夕制作闪耀 P 的角色浅谈，过程就像是收拾对这个作品一直以来的心情。不过收拾不意味着结束，好好整理打包情绪之后，我也将继续跟着闪耀 P 的脚步，迎接闪耀色彩的第5个年头。和我聊聊闪耀 P 的事，相信每个人对于这个男人的见解都有所不同，那就下支影片见咯。